就是今天我介绍三个我们新开发的技术，然后其中这个后面两个就是这个 Seal 和可信性运算都是属于密码学，这个赛道黑客松是可以做的，所以我们重点就是讲一下这两个，然后大家可以提一些问题，然后一些想法，然后希望对大家做黑客松的项目有一些启发，然后对，就这样开始。然后第一个呢，我想快速的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新开发了一个钱包的这个创建钱包的方式，就叫 Passkey，它叫做就是这种无密码登录，然后它跟就是跟 ZK Login 它有一点点区别，就是说ZK Login 你是要依赖于这个就是谷歌或者是别的这种社交网络来给你提供一个这个账户才可以生成。但是 Passkey 呢，它就是一个是在你的本地的这个你所定义的这个平台产生的一个私钥和一个公钥，然后这个私钥是不会离开这个平台的。然后这个平台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你可以在你的浏览器里面直接生成这样一个私钥，然后同时或者是你可以通过云端可以同步到你的苹果 iCloud 或者是安卓的这个云端，然后就比如说你把手机丢掉，或者是把那个你的这个网页删掉的话也没有关系，它都会再次找到。然后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会通过手机端，就是你手机端会生成一个这个 passkey，它会存在你的手机上面。然后 passkey 它其实提供了一个这种流程，就是说这个私钥它是不离开你的这个你的手机或者是这个平台的，只有说你这个网站来说我想来找这个密钥做一个签名的时候，它才会通过这样一个请求。所以它从一定程度上，它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硬件钱包，就是这个私钥会不离开你的这个手机。然后它比较安全的一个点就是说，它每一个私钥它的产生是针对于这个网站本身，就比如说右边这个就 create a passkey for 这个网站名誉，它才能够产生。然后签名的时候，你要通过这个网站才可以去跟这个私钥做一个交互的签名。对，所以这一点它跟ZK Login 有点像，就是说它每一个网站的 ZK Login 的地址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其次呢，我们是现在在测试网里面已经支持了这种多签的支持。就比如说，你可以定义一个谷歌登录的 ZK Login 钱包，然后再同时用这个 Passkey 的方式再产生第二个钱包，然后把它们两个做一个多签的组合。这样的话，假设哪一天谷歌把你封号了，或者是你的那个账号删掉的情况下，你还可以通过这个 passkey 来进行一个登录。嗯，这块有什么问题吗？如果不支持导出的话，怎么备份？然后还有个问题就是相关的，如果说我换了一个设备的话，我想要就是入好一个新的设备，然后我怎么就是使用我之前的那个账户？备份的话，它必须要通过这个 passkey 本身进行备份。就比如说刚刚讲的，在云端做一个储存，它是跟你的这个存的这个客户端，就是你的这个 passkey 的这个客户端是相关的。就比如说你要把它定义为Chrome 的这个浏览页的这个界面，然后你不同步的话，那你就没有办法备份。然后我有一个新的设备，然后我想要创建一个新的 passkey，然后我想用比如说这个多签支持更新新的配置吗？比如说我想要增加一个新的 key。现在多签的一个劣势就是说它不能够支持你生成地址之后再来加新的新的 passkey 这样。对，我们有在就是讨论说如何来支持这种就是这种授权模式，就是你生成一个，然后你可以移除再加入这样不同的钱包，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在就是我们的 Suite 里面支持这个功能。是相当于用那个指纹刷脸可以生成多个钱包，然后每个钱包对应一个 passkey。
对，你每次刷脸，它会针对这个网站本身生成一对钱包。对，我觉得有点像，就是像 Chrome 本身原生支持的那个 passkey 一样，或者说那种硬件的登录器，或者说就是你刚才说的云同步支持，实际上它有点像那种，比如说我在 Chrome，我可以选择把它保存在 Chrome， 或者把它选择保存在我的 iCloud， 然后那样的话可以跟随 iCloud。对，然后你可以用那种密码管理器，可以就是同步都可以进行管理。我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知道那个 Zk Login 可以让用户不用去签署这个交易，他就可以做。这个 passkey 是你每次交易的时候要去刷脸或者是用指纹进行一个交易。对，就是我们之前也考虑过是不是把它做成 zk login 那种形式，但是呢，这个 passkey 其实它的一个设计初衷就是一个更安全的一个方式，所以它应用场景还是说就是把它当成一个硬件钱包来用。后面会有可能支持，就是我知道了，反正你策略已经是硬件钱包了。对，它就是相当于提供一个更方便的一个硬件钱包，然后同时也不依赖于谷歌这样的第三方。你这个钱包地址是怎么生成的？因为它 passkey 本身没有对应出来让你生成这个。那个钱包它是就是当你在生成一个 passkey 的时候，它会把你的公钥就是respond 出来，然后对你可以拿到公钥，但这个公钥只能拿一次，所以就是作为钱包前端本身，它要对这个公钥进行一个储存。然后假设拿不到的话，也有一个办法，就是让用户进行2次签名。它就是用的这个密码学的这个椭圆曲线，就是可以用2个签名来恢复一个公钥这样的。我记得那个 passkey 是那个曲线是 SECP， 对 R1， 对，然后在Sui上面是支持这个曲线的吗？对，是支持，就是 R1 是原生支持的，但是这个 passkey 我们为什么就是它会单独就是跟 R1 又不一样的原因，是因为对，就是信息这个签字的信息是不一样的，所以所以当你写出来这个签名的时候，它要有一个新的验证的模式。对，我刚刚有一个想法，就为什么说它只支持一个签呢？然后我理解的是因为就是咱们就是你刚刚说呢，导出公钥这一步，其实就是把公钥当成一个 user name， 然后来进行对，理解。对，所以就是当你找他签名的时候，你就说我想用这个公钥对应的签名给我，然后是这个网站来做这样一个请求，然后这样得到的答复，他才会给你这样一个签名。理解。OK， 那我们就是进行下一个技术的分享，就是大家肯定都了解，就是 Sui 和 Walrus，Sui 是我们这个区块链，然后 Walrus 是这个存储的去中心化的一个存储，就是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计算机的2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一个高速的一个性能的一个计算，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当你在存一些信息的时候，如果只存在区块链上的话，是一个很昂贵的事情，所以就是把一些长期的存储就可以放到这个 Walrus 上面。当然这个去中心化存储呢，它也有些场景是合适的，就是说比如说你一个公开的网站，大家都可以去看到它的内容，但是比如说很多现在网络上的这种数据的存储呢，它都是需要有一个权限才可以去访问的，比如说你的朋友圈分组，就是说谁可以看到你的内容或者谁不能看到你的内容。然后这件事情呢，如果你是用 Walrus 本身的话，它是不能够对数据有一个加密的一个实现，所以我们过去的这段时间一直就是在想说如何做一个这种一个通用的一个访问权限的一个定义。因为现在的话，比如说你要想存的话，你可以自行的去做一些加密，但是你会需要依赖于很多链下的一些技术吧，就是大家每个人都会有一套自己的一个模式，所以我们就是想先做一个这种统一的这样一个加密模式。然后 Walrus 的一些细节我就不多说了，就是一个存储的这样一个细节，就是通过 Sui 的这个链上来进行一个计算。所以我们这个密码的学的这个新的这个技术叫做 Seal， 它是一套新的这样框架，就是它是
基于 Walrus 之外单独存在的，就是它其实 Seal 它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英文管它叫是个 decentralized secret management， 就是它是一个存秘密的地方。所以就是 Walrus 本身它是不知道自己存了什么内容，它只是进行一个存储而已。然后它存储的就是一种是可以存明文，一种是可以存暗文。然后这个暗文的加密的这个密钥呢，它就是通过这个 seal 来进行一个产生的。所以就是一些大家可以想到的应用场景，比如说付费观看，或者是NFT 的这种凭证解锁，比如说你拥有某一个 NFT 才可以去看到一些内容。包括刚刚提到这种分组访问，就是说我的文件夹是给谁分布，然后其次还有就是这种隐私投票，就是投票的时候，比如说这个票要加密，然后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它才会有一个解密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就是想用这个 Seal 去实现很多的应用场景，所以我们就是利用Move 本身的一个可编程性来达到这一点。所以就简单介绍一下 Seal 的这个框架。它其实有2个部分，一个是链上，一个是链下。链下呢，就是有很多这个 Seal 的节点，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一个每一个 Seal 的节点有一个私钥，然后在链上呢，他们这些节点是有一个注册，就把它的公钥是注册在这个链上的。所以作为一个就是内容的一个产生者，比如说你想发一条朋友圈，这个时候呢，就是发内容的这个人呢，他第一件事情他要先去定义一下他的这个访问权限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右下角这个是一个 Move 的这个合约。Move 的合约呢，就是我作为一个内容的发表人，我需要写一个 Move 的公式，它是一个这个 entry function。然后它其实定义的这个就是名字就是叫 Seal Approve， 这里面呢就是要来定义这个访问权限。比如说我定义一个这种白名单，只有这个白名单里面的人才能看到我的内容，然后你就可以把它写在一个 Move 的合约里面，比如说这个 ID 是不是在这个白名单里面，然后假设没有的话就是报错就可以了。然后这个作为内容的发起人，他就是首先他写出了这样一个 Move 的一个定义，访问权限的定义。第二件事呢，他就是要开始对这个他的明文进行一个加密，比如说他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这个时候呢，他是要拿到这些Seal 节点的公钥，这些公钥都放在链上都很好找，就是你要定义一下，比如说我需要有5个节点的这个 Seal 的节点。然后呢，定义一个这个临界值，就是比如说有3个 Seal 节点，假设回复了我的一个私钥的话，就是可以解密。所以它对作为一个创作者来说，他是不需要跟 Seal 的节点有一个链下的一个交互，他只需要就是链上找一下公钥，然后用公钥加密一下它的内容，然后把内容存在 Walrus 上面就可以了。然后从一个用户的角度来讲呢，用户的角度他其实是要跟Seal 的这些节点进行一个交互。它其实交互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像我们普通用钱包一样，就是我作为一个用户，我跟这个前端有一个连接钱包的一个过程。然后这个时候呢，连接钱包的时候，我要提供一个签名，这个签名就是说我作为你是否授权这个前端去代表我去 Seal 的节点去拿一个密钥，然后这个事情就是你在钱包里就是签一个个人personal message 那个签名。拿到这个签名之后呢，这个 Seal 节点它会去来看一下它这个你这个前端所对这个权限定义的这个 package 本身的一个交互。这个 Seal 节点其实它功能很简单，它其实就是去 dry run 了一个这个交易。其实它不是说和链上你发了一个这种交易，它只是说你提供这个签名里是包括了这个访问权限的这件事情。
然后这个 seal 节点它 dry run 的这个 transaction 如果没有问题，你确实是在这个白名单里面的话，它就会返回到前端一个 key share， 就是这个属于这个 seal 节点的一个这个密钥的一部分。然后这个时候假设有三个 seal 的节点都返回了一个密钥的话，这个前端就可以把整个的这个密钥给恢复，然后拿到这个真正的这个解密的钥匙。然后这个时候呢，因为就是创作者是PO了一个密文，现在可以把密文就是解密。就是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流程，看起来有点复杂，但它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钱包连接前端拿到了权限之后，去到这些节点进行一个交互，然后确认你是否有访问权限，然后拿到一个密钥。每次看的时候都需要签一次名吗？好问题，这个细节我省略掉了一点，就是这个钱包的签名里面它是一个有时效性的，就比如说在接下来1个小时内都可以拿到这个密钥。对，别的问题吗？是那个密钥是相当于签名之后产生的吗？是签名之后前端去拿到你的签名，去跟每一个 seal 的节点要的。就是说得有一个签名，然后再加上4个节点，然后才能产生那个解密的密钥，是吧？对。这个超时是怎么做的？我听你刚才的说法是，最终用户拿到的是一个密钥，而这个密钥他已经拿到了，他就不可能撤销了。对的，它这个是用的是一个客户端的解密，所以这个密钥本身只要给到客户端，它就可以去来做一个解密，这样。有办法，比如说防止某一个用户把这个密钥分发给另外的人吗？现在来讲是没有这个办法去阻止他们的。但以后我们有讨论过一些用一些浏览器的一些技术，比如说现在我不知道你们这边就是 Netflix， 就比如说看这种腾讯视频啊什么的，他们的密钥都不是都是发到你的 DRM 里面，对的。所以如果多个 seal 的节点作恶的话，他是没办法拿到他的资料这样吗？因为也需要 user 的页签。对，需要他们的签名，但它就是这个 trust model， 你还是要信任你找的 seal 的节点。就假设说我作为这个内容的 creator， 我说我要找3个 seal 的节点来加密我的文件，但这个3个 seal 的节点，比如说一起使坏，把这个就是比如说不在线的情况下，你是不能拿到这个密钥的。它这个密钥是针对钱包的还是针对文件的？就是针对文件的。就每个文件有一个不同的密钥。对，它的一个细节就是说，这个文件本身是用那个对称性的加密用了一个 AES 的这个 key 来加密，这个 AES key 本身是用一个不对称的加密，然后我说的这个密钥是指的这个不对称的这个密钥，然后公钥就是来可以看到做一个加密，然后密钥是来解密的。这些节点是怎么验证这个用户的身份的？对，这个对，它就是用这个签名。比如说公钥是怎么获取到的？我的意思是，这个用户而不是别的用户想要获取这个密钥，然后我是怎么判断是这个用户是真实的用户？比如说我随便生成一个公钥，然后我生成一个签名给到这些节点，那肯定是不行的。对，所以肯定还是需要验证一下这个公钥是真正的这个文件系统这个文件的所有者的公钥。对，是要看你连钱包的时候就要验证你的签名是否是你的钱包的生成。但是我是发给那个 seal 节点。对 ，seal 节点是因为刚刚讲这个第4步它是 dry run 的一个 transaction， 就是你跟 transaction 的合法性相关的东西都会被 check 一下。对。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每一次其实用户想要解密文件其实都要在链上发一个交易。不需要发一个交易，就刚刚这个签名，它其实不是一个交易的签名，它是一个 personal message 的签名。是节点去查找了一下链上的公钥的信息。对的，
对的，对的，就是我们之前有最开始的设计是说要发一个链上的签名，然后才能拿到这个密钥，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很贵，所以就是我们想出来这个方法，就是说 dry run transaction 它其实是查了所有的这个签名的合法性的，所以就是直接可以把这个 key 吐出来。然后这里面一些密码学的细节我故意没有讲，是因为我们这个 SDK 它其实是帮大家已经实现了这些功能的，就是比如说这个 seal 的节点它用的是一种这种就是threshold encryption， 然后它是通过这种就是几个就是5个钥匙里面有3个这样的一个 threshold 来实现的，然后这个 key 本身的一个就是推理就是计算过程，它也不是说每一个 seal 的节点有一个很大的数据库，然后存了很多密钥，它其实用的是一种叫 identity-based encryption，指的就是说每一次它这个 seal 的节点它是有一个 master key， 然后每一个不同的访问权限是定义了一个这个 identity， 然后每一个 identity 会生成一个不同的密钥，所以就是说每一个用户的这个访问权限所能拿到的密钥都是被就是没有重合的。相当于我的文件通过用户上传到那个 Seal server， 然后上传，比如说上传5个，然后 Seal server 去那个做那个对称的加密。Seal server 它不做加密，这个加密是在客户端做的，加密是在这个创建人的客户端做的，然后它的解密也是在客户端做的，然后这个 Seal server 它只管来去给你一个密钥，然后看你是不是有权限拿到这个密钥。然后几个就是做项目的想法，比如刚刚也提到了，就是说比如说付费观看，就是你可以在这个 Seal Approve 这样的一个公式里面可以定义一个比如说 subscription 的 NFT， 然后你怎么拿到这个 subscription NFT 呢？你可以在另外一个 Move 的公式里也定义怎么去买这个 NFT， 然后这个 Seal Approve 就是看你是否有这个 subscription NFT 的一个拥有权。这个整个有点像之前推上有个就是链下验证的那种方式，就是它生成一堆 key pair， 然后 public key 放在合约里面，那 private key 放在后端，然后所以你就可以用那个 public key 去加密你所有想要加密的，对，然后用后端的那个 private key 就可以去解密。这个就是跟 Seal 应该是有点像，这个的Seal 比这样的就你刚刚讲这种模式，就是好处就是说你不需要每一个人去来 register 你的 public key。对。你这个节点一共有多少个 Seal 的节点？现在我们在测试网就是 Miston 跑了2个节点，就给大家试一下。但是以后的话，因为刚刚也讲，就是你要去信任这些节点嘛，所以就是以后的话会增加很不会太多啊，就也顶多20-30个这样。对，这个我们还没有太确定。对，对，对，然后包括就是还有一些就是项目的想法，就比如说你可以定义一些更复杂的这种访问权限，比如说一些落地一些场景，比如说金融啊或者怎么样，就是你可以定义不同的组织，然后不同的对文件有不同的这种加密方式。你这权限控制是你们定义一套新的规则，还是说用现有的 Move 的合约的？全是用现在 Move 合约里自己有的功能。所以也是一个好处吧，就是你直接写一个合约就 OK 了。然后同时你也可以用到很多刚刚没有提到，就是用到一些 Move 本身的一些功能，比如说 randomness 或者是时钟 clock， 然后你可以做一些甚至是做成这种 time lock encryption， 你可以开奖，就是发一个券，然后呢你把这个秘密呢就放到这个 Seal 里面，然后你什么时候能开奖呢？就是大家都可以什么时候大家都可以去开奖呢？就是你访问权限说3天之后才能解开这个秘密，这样。就是说这个合约我自己写一下就行了，对吧？对。权限控制，如果你通过了，就相当于它一个数，对。结果就是一个数字号。对的，对的，它其实就是一个，对，就是一个
判断。这个所以那些合约那些规则的写法是类似于，比如说像 kiosk 像那种 policy 其实它规则的写法就是有一个要求，就是说你一定要写一个 entry function， 然后定义的名字叫做 CO approve 就可以。就它内容本身是没有任何的规定的，就是你只要就是如果你没有权限，就一定要报错，然后你有权限的话，你只要就是什么都不做就可以了。所以就比 kiosk 其实更加的对，就感觉已经是一个很完善的一个应用了。对，然后开发者如果想用的话，只需要把它当做 API 一样丢进去。对，开发者就是做2件事情，就是说来写一个合约，然后用这个 SDK 在前端进行一个这样的密钥的一个组合，然后把这个文件解密。对，就这边可以傻瓜性调用，对，因为都已经很秘密了。对的。所以你们其实是把 move 当做一个权限控制的 EDSL 来做。对的，没错。但是一般的 EDSL 他们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在 move 这个环境里面，比如说访问不了网络这些，有一些可能是做不了的。访问不了网络指的是，比如说我想要从网络上面，比如说我就读取数据库啊，读取数据库，然后确定一下这个用户是不是在组里面。就是你的意思是说你要运用一些链下的信息来对它访问限制做一个判断。对，现在的情况下是用不了的，但是我接下来讲这个功能，就是你甚至可以把这个组合到这个对访问权限的定义里面，然后用到链下的信息。好，那我就开始讲下一个，就是刚好跟刚刚那个有一个结合，我一会儿解释一下就是怎么做这样一个结合。第3个就是我讲一个新的 Move 的新功能，我们在开发，就是现在马上也要上测试网的这样一个功能，叫做远程证明。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听说过 TEE， 就是这样一个 Trusted Execution Environment。都大概听过一点。就是这个 Trusted TEE 的这个概念呢，它是一个就是在计算机领域其实挺常见的，它指的就是说我有一个电脑，然后里面有一个硬件的一个区域，它会被隔离开，然后它在这个隔离开的环境里，它会进行一些运算，甚至是一些很私密的运算，就不可以被外界人知道的。然后这个硬件的保证呢，就是说这里面进行的运算是没有人能拿到它的里面的任何内容的。然后呢，其次这个在里面做的运算还有另外一个保证，就是它可以被远程证明你的代码没有被篡改。它怎么证明这件事情的呢？就是说你在里面你写了一段代码，然后把这个代码做成了一个 Docker 镜像，就是 deploy 了在这个 TE 的环境里面。这时候它会就是你要是假设说让它做一段计算的时候，这个硬件的本身是可以生成一段远程证明，这个证明里面包括的就是你刚刚那个镜像代码的哈希值以及你的计算结果。就是这个的好处呢，就是说你可以拿这个远程证明来验证这段代码确实跑的是刚刚那个哈希值做出来的代码，然后其次是你可以相信它就是 build 出来的代码确实是刚刚生成的哈希值是一致的。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假设我希望做一个比如说比特币的币价的这样一个预言机，我写了一段代码，然后放在 GitHub 上面，说在币安的网站上每分钟拿一个比特币的价格，然后抛到那个就是计算出来，然后吐出来，然后这个每一次的计算结果呢，它都会提供一个这样的远程证明，说那假设说我今天不是用币安的数据，我用的是一个 OK 的那个节点数据，那我是不能改这件事情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在 GitHub 上的代码，假设build 出来的 Docker 镜像的哈希值是不一样的话，你会知道我篡改这段代码，就是你的远程证明是不能被验证的。所以它相当于就是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你可以对链下的数据链下计算的一个可信性的一个这样一个完善。然后为什么这个远程证明
就对 Move 很有用呢？就是它其实是解锁了一大类的应用程序，就是假设你不想把这段计算写到 Move 里面的话，你可以就是在 TE 的环境里写出来，然后呢，你的结果可以在 Move 里面进行一个远程证明的一个验证。先举一个这个例子。那我能做那种就是说系统内核的调用吗？什么叫系统内核？就是 kernel。那个 TE 我这个系也不是很清楚，就是我这个 TE，比如说我要调那个，比如说调用起一个什么浏览器，然后在浏览器里面做一些这种截图啊什么的操作，这都可以证明。这个我还其实不是很清楚，它是否可以调用浏览器截图，但是是可以的。你连接一个网站，然后网站的数据每次都是有。不需要，就是你有那种无头的浏览器，我们不需要建立。但是你证明的这个计算过程，比如说我就是从 GitHub 获取一个数据，然后这个数据是实时变化的，然后你证明的东西你需要证明的，你怎么证明这个没有被篡改呢？所以这个证明过程里面肯定是有一些这个取决于你证明什么。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假设你这个在这个 server 里面，你假设能有 API 的这个结果，假设你调用了一个网页的话，可以把网页 HTML 的这个代码全可以分析出来的话，是可以截图的。但就是这个完全是你自己你的系统的实现。你这个实际上就是能不能发 HTTPS 的请求，它是可以的。你能发这个请求，它就能做。对，它本质其实是一个单核心项，然后在你的这个服务器上运行。如果你要是用无头浏览器，你可以证明我用了这个无头浏览器，然后访问了什么什么地址。我觉得可能要看那个 TE 的实现了。如果是用的 MPC 的话，可能它是通过比如说有几方的结果可能都是正确的，然后判断一下这个结果是不是正确的。对，我们现在这个 TE 的实现方式还没有做的 MPC， 就你说这种就是你可以就是增加，就是去中心化的去来增加这样的 TE 的环境。我们现在就是只支持就是 AWS 亚马逊的这个叫 Nitro Enclave 他们这一套 TE 的一个证明的模式。那有可能做不了。对，很多硬件的 TE 应该是做不了这件事情的。是吗？对，我们硬件的提供商还没有太去看它的一些优缺点，这样。就我们先是支持了这种云端的 TE， 它的好处就是你来做这个 deployment 非常容易，但是坏处就是说它从一定角度上你要去信任这个 AWS 这个厂商，因为它的所有的那个证书都是通过 AWS 云端的一个最后的这个root of trust 来进行一个证明的。所以就是 TE 它解决的就是最大的两种问题，一种就是说链上计算它是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上链的，比如说这种 AI 的代理，然后你有一个 Twitter 的 API 的 key， 那你就不能够说把这个应用程序写到链上，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把它写到一个 TE 里面去进行，比如说 Twitter 的爬虫，我今天说爬多少东西，然后把这个信息发到就是生成一个结果，然后把这个计算结果返回给用户，然后这个用户可以拿到这个计算数据，直接去链上说，哎，我算出来这个结果和这个就是确实是从这个 TE 环境中产生的。然后其次就是说有些计算它其实是不方便放到链上的，比如说一些AI 的模型，然后比如说交易策略，但是你是希望它有一个可信的方式把这些计算结果用到链上，所以就是所以它的我们就是支持了这样一个 TE 的远程验证。这个已经就是我们已经归到了这个 Move 的一个原生的支持的公式里面。从用户的角度来讲，是怎么用怎么用 TE 的远程认证呢？首先你要先写好你的这个程序，把它放到这个 Docker 的镜像放到这个 TE 的环境里跑起来，然后你就可以写一个这种很简单的就是 request 和 response。
request 它其实就是比如说你说给我分析一下比如说我今天发了一个推，就是说我的 Sui 的这个我的 Sui 地址是什么，然后这个 TE 就是在 Twitter 的网站上扒到了我的 Sui 的地址，然后给了我一个远程验证的结果，然后这个时候我作为用户，我就可以把这个远程验证的结果 attestation 以及这个扒完的我的 Sui 的地址发到链上，然后这个时候你在链上就可以说，哎，我验证过了这个 TE 的远程验证的结果，哎，同时我还确保了就是说TE 环境里跑的代码确实是看到了我发了一个推，这个推里面有我的地址这样一件事情。所以这样第二步就是可以直接用这个数据，然后进行你下一步的计算。然后有一些就是一些关于想法一些项目的想法，比如说一些比如说交易的机器人或者是 AI 的这种代理，你就可以全写到这个 TE 里面。然后这个 TE 它能给你提供的就是我的就是给你提供一个这样远程验证的这个文档，然后同时还包括了你计算的数据。还有包括刚刚讲的，就是说 HTTPS 能收到的 Web2 的数据都可以让它用 TE 的方式进行处理，然后处理完的结果发给用户，然后用户拿到这个远程验证和这个处理完的数据，直接的可以拿到链上直接用。对，这个 TE 还有些什么别的问题吗？私钥的那个就是用户要自己去准备好私钥，还是说你会在 TE 里生成？这个私钥可以直接在 TE 里面生成。那这个如果 TE 这个机器就死掉了，那这个私钥就不这个其实是TE 的一个局限性。现在的一种解决方案就是说，AWS 他们是有一套定义 KMS 的这个访问权限，就是说你可以就是说一个长期要存的私钥是可以存在 KMS 里面，然后你可以把 KMS 的那个访问权限定义成只能够在这个 TE 环境里拿到，然后就可以用软件。对，就只能在 TE 的这个环境，就是说这个环境死掉了，再起一个环境还是可以拿到，对，对的。然后对，然后这个其实我们现在的建议就是说，最好不要用这种长期的这种就是私钥的存储。假设你要用的话，就是可以用这样一个 KMS 的这种折中的一个方式。KMS 就不是你这边提供的？不是我们这边提供，但是这是直接在 AWS 的那个platform 里面可以设置。所以你们这个方案其实不是 platform independent 吗？不是，现在不是，但是以后我们会支持别的。TE 有什么标准的这个接口吗？就标准运行的接口吗？你接口指的是？我指的就是比如说你编辑成 Lewis 版本像类似于这种，就可以在不同的 TE 上面运行。对，就完全没有任何限制。对，就是你可以写普通的这种 HTTPS 的 server 就可以。Docker 有一些接口，比如说 KMS 这个接口肯定是运行不了。Enclave 它这个 TE 本身里面有和 KMS 的一个接口，就是。但是这样的话，应该就不是 platform independent。对。我有点没太理解那个，就是怎么证明 TE 本身环境的安全？我怎么知道它是一个 TE 的环境，而不是说我是一个其他人伪造的一个 TE 的环境，然后它表现出了跟 TE 相似的行为？就是这个 TE 本身牵出来的这个远程验证是用 AWS 的这个CA 的牵出来的，所以每一个 TE 它都可以通过那个 AWS 这个 Root of Trust 来进行一个验证。就相当于都是依赖的 AWS 的一些设施。对，你是要信任 AWS 的这个 root 是没有问题的。
对，然后这个 TE 它同时它还是这个远程验证里面包含了你跑的这个镜像的哈希值，所以假设你把你的代码抛在网上的话，就别人会来进行这样一个验证，你的代码是否和哈希值是一样的。对，刚刚就是提到说这个 Seal 和这个 TE 的一个结合，就是这样的，就是你可以设计成一个 Seal 的这个访问权限，是说，当我能验证这个远程证明成功的时候，才可以拿到这个密钥。这样的话，你可以定义一个 TEE，就是说，只有它能够产生远程验证，并且能拿到这个密钥。所以就是一个加强版的，就把两个功能都结合一下，因为这个就是也是在 Move 里面实现的。然后刚刚前面讲的 Seal 的访问权限也都是用 Move 写的，就是所有的都可以用。假设我部署了一个 LM 到这个 TE 的环境里面，然后我自己有线下链下本身有一台离线的机器，就是来计算我的结果的。这个时候别人需要让确认我生成这个结果和 TE 里面的结果是一样的。这个时候 TE 里面还需要再生成一遍，这个时间会不会很久？就这个计算结果的时间。是你是就导致它需要验证很久才能通过。用户是用 TE 是就是用户你是说用户在跟这个 AI 跑的模型要有一个交互拿到我链下的结果，它需要验证我的这个结果和 TE 里面结果是一样的。作为用户来讲，我不就是你可以选择性的去来验证这个你的这个 AI 模型就是这个 build 出来的哈希值和 TE 的结果是一样的就可以，就你不需要说每次都这样验证一下。用户应该都是信任 TE 的结果，它不会像 GPT 一样是。你的场景为什么会是本地给他提供一次，然后他去 TE 验证一次，而不是他直接拿 TE 的结果用？这是一个可信任的执行环境。可信任的意思，执行环境的意思是说，它执行完了，这个结果就是可以信任的。它不，用户一般来说不会自己再跑遍。对它的 assumption 就是说，你这个代码放在网上了，就是有些人会来进行这样一个验证。然后你假设你作为用户的话，你只需要去验证远程验证的结果是不是对的。然后它如果结果是对的话，就相当于你已经信任了这个 TE， 这个时候你把数据带到链上，链上它验证就是说链上它也去信任这个 TE 的结果。那么这个 TE，假设开发者想要部署一个程序到这个 TE 上面，那么 TE 这个计算成本是由谁承担的？是由开发者，就是 AWS 的这个承担。当然，你也可以写成一个就是链上付费的这样一个模型，就是因为你作为开发者，你可以把这个 TE 的定义写在就是 admin 就写在你的身上，然后你来做一个这样收款，就每次你做一个验证，你收一次款，这样也可以。这个证明就是在 Move 里面验证这个 attestation 正确性，这个功能应该没做吧？需要有个 hard fork 或者吗？现在是在那个DevNet 上已经有这个功能，hard fork 已经实现了，现在还没有上测试网，我们希望就是过2周就可以上。对，然后我们也给黑客松会提供一个 TE 的模板，就刚刚讲的这个，比如说去不是去币安到去这个天气网络上面去拿取一个今天的天气，然后提供一个远程证明的结果，然后把它抛到网上这样一个数据。我们会提供一个这样的TE 模板。请问这个可以，比如说跟现在的那个 Walrus 如果结合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就是让比如说类似于 Rollup 这样来拿词来当 settlement？对，是可以的。就是说，你把这个链下的这种 rollup 放到 TE 里面，然后把计算结果在 Sui 里面进行一个验证。对。
对，你就可以把 TE 想象成一个，就是说我链上写了一个 DApp， 然后我有些东西不想在链上做的话，就拿下去，然后拿下去之后，把这个远程验证结果带上来，把这些算完的东西带上来，然后就可以继续跑你的 DApp 这样。然后现在，据我了解，就是 Sui 应该是第一个上线这种链上远程验证的一个这种 Layer 1的结构。然后在以太坊上好像有人在 Layer 2上实现了，但是我看那个价格就是一次验证就是要300-400美金这样。对，这个成本是我现在有点不记得具体的数据，它肯定是比以太坊便宜，因为它是用 Sui 来定价的。然后它现在是它其实从Move 的角度来讲，它是相对来讲比较昂贵，就跟比如说其他验证一个签名，其实这个远程验证它如果把它打散来说，它里面是要验证好几层的这个 CA 的 root CA 的一个验证，然后每一个 CA 它都是一个签名，所以它要验证大概5-6个。如果你的这个 TE 它就是结构比较长的话，它是可能会达到就是10层，但是我们就10层就会限制掉，所以就是里面最多会验证10个签名这样。所以你现在说的成本是指的就是 Move Gas 的 cost， 还有一个成本就是 TE 本身的成本，对。落地的话，主要还是考虑成本，因为我们在做游戏的时候，有的时候它对于某一种计算量很大。现在我们做法就是放在链下，然后最多就是有一个就之前讲的，就是一个 key pair 的验证，更多还是放在后端去处理。那这样对， gas 费会少很多嘛？对。如果用这个的话，就可以就是更加的让他们信任一点，对。但还是要看成本。对，这个成本不会说达到很高很高，但是它确实是比普通的签名验证要稍微贵一点。TE 的这个机器未来是任何人都可以部署吗？任何人都可以去就是作为这个 TE 的节点，对吗？这个是你作为开发者，你就可以写你自己的 TE， 然后你在网上在链上定义你的 TE 的这个哈希值就可以了。也可以用其他人的，也可以用其他人。用我自己机器的 SGX 可以吗？现在 SGX 是不支持的，但是 SGX 应该是我们下一个会考虑支持的。你们这个验证的那个在 Move 里面验证的那个签名是什么样子的？它是直接验证一下那个就我想知道，比如说现在不是 AWS 吗？是直接输入 AWS 的那个 CA 证书吗？那个 AWS 那个 root 的 CA 证书是已经放在了 Sui 的这个节点里面的，所以我们已经就是算是已经就 hard fork 完之后已经写死了。对，所以就是作为用户的话，你只需要提交一个远程证明，它就是一个有一点长的一个这样一个 vector， 就变量填上去就可以。好，那没什么问题了，我们就结束。然后，好，对，然后要是大家有什么想法或者是项目想法，我们可以继续交流。